你有听过妥瑞症吗？你知道常常被媒体说是罕见疾病的妥瑞症，其实根本就超常见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妥瑞症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有位妈妈带着她患有妥瑞氏症的小孩一起进电影院看电影，过程中因为小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啾啾的这个声音到后来有人受不了，直接大喊没公德心跟出去好吗？在那个当下，妈妈只好站起来向大家道歉，并说明自己的小孩患有妥瑞氏症，进到电影院已经很勇敢了。而她也表示，至少我们试过了，但社会就是这么的残酷。这个事件在被抛上网络之后呢，很快的引起了两方的论战。有人认为这位妈妈的做法很不妥当，放任自己的小孩影响其他人，但也有人认同她的说法，认为这个社会就是有很多没有同理心的人。究竟哪一边比较有道理呢？要讨论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妥瑞氏症。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冲刺多益分数，提高英文竞争力，或是想要学习日文、韩文，让自己追剧追星更顺利吗？曾经出版大家的日本语这本日文经典教材的大型书局，带着60年的专业经验，推出了大型线上教育平台，有专属的云端教师系统。在这里，你可以选择精心制作的线上课程，或是让专业的多国语言导师群带你1对1线上家教，也可以跟同学朋友组团参加专属的小班特制课程，大家一起学更有动力跟乐趣。而为了庆祝线上教育平台的开幕，大兴也提供了折价券给大家。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尝试看看免费的课程体验直播，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妥瑞症或者是妥瑞氏症是一种慢性的神经生理疾病。妥瑞症的典型症状呢叫做 tics， 有人呢会翻成叫做抽动或者抽搐，但因为都不是那么精准所以许多人呢还是会选择直接用 tics 这个词来叙述相关的症状。那这个所谓的 tics 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可能是一些像是眨眼耸肩的小动作，但也有些人呢会发出无意义的声音，讲话讲一半语调飘走，甚至是飙骂脏话。到目前为止，妥瑞症的病因都还在研究当中，有些研究认为与遗传有关，也有的认为和内分泌系统或免疫系统有关。而虽然新闻媒体常用罕见疾病来形容，但事实上妥瑞症并没有到真的非常罕见的程度。根据统计，每1000个人当中呢，就有1到10个人患有妥瑞症，这个几率其实就跟统一发票中200块差不多。不过，既然妥瑞症并没有真的很少见，为什么大家好像不太容易注意到，还误以为它很罕见呢？刚刚我们有讲到 tics 的形式很多，每个人的症状可能都不太一样，这让大家不太容易察觉到有些人的状况其实就是妥瑞症。比方说有一些 tics 可能就只是吞口水、眨眼、吸鼻子或者清喉咙，这些动作或是声音其实都不会算太奇怪。就算今天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很频繁的眨眼，也可能呢你只会觉得说刚好他眼睛不太舒服而已。那就算有些人的 tics 呢是会做鬼脸发出类似动物的叫声，做出一些猥亵的动作，或是骂一连串脏话。那虽然大家很容易会注意到它不太一样，但这往往会被以为是精神疾病，大家还是不太会联想到可能会是妥瑞症。而除了症状本身不容易辨识之外，由于许多患者在成年过后状况也会自然好转，或是开始慢慢学会怎么控制，这就让大家更不容易意识到其实妥瑞症真的不少见。等等，原来妥瑞症是可以控制的吗？关于妥瑞症能不能够控制或治疗，其实是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确实，透过一些药物，有些妥瑞症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副作用可能是没有精神，或是脑袋一片空白，没有办法专注想事情。另外，有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就是透过练习的方式学习去控制自己的症状，而在它出现之前就用一些方法来控制住。但不管是哪一种方法妥瑞症都没有办法真正被治好。而且，就算平常可以控制，如果太累或是压力太大，这些症状常常又会被诱发，甚至是恶化。那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天哪，妥瑞症也太辛苦了吧？会不会辛苦，可能要看大家从什么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大多数的妥瑞症状呢，都不会对患者的生活起居功能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不会需要去特别的接受治疗。不过，很多的妥瑞症患者也会分享他们觉得最辛苦的，并不是这些症状，而是其他人的反应。
在2020年的时候呢，南投有一位妥瑞症的国中生被同学用美工刀刺死。根据当时在场同学的说法呢，可能是因为他挑衅对方，对方盛怒之下就冲动杀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对你发怪声或是扮鬼脸，确实很容易会觉得对方是在针对跟挑衅自己。那虽然这个案例听起来比较极端哦，但很多妥瑞患者在求学期间确实都要面对很多的误解或是异样的眼光，而就算同学知道他是妥瑞症，也可能会模仿啊、嘲笑，甚至是霸凌他。就算他长大了，出了学校，妥瑞症的症状依然会持续的带来困扰。有患者就曾经表示他除了抽动型的 tics 之外呢，还会不时的发出干干干的这个声音，而这让他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呢，方圆几公尺内都会直接净空。也有患者表示，他只是在捷运站等朋友而已，就莫名其妙被远警怀疑吸毒，要求出示身份证并确认是否携带违禁品。所以有很多患者为了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正常人，从小到大都被迫要压抑或是控制自己的症状。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就尽量跟别人保持距离，比如说不要去搭捷运啊，不要去看电影等等。而这些状况其实都点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真正造成妥瑞症患者困扰的，与其说是症状本身，更多的可能是其他人对于症状反应。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跟妥瑞症或是可能是妥瑞症的人相处会比较好呢？其实很简单哦，跟妥瑞症的人相处时，只要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就好，那就是忽略。这边说的忽略，并不是说忽略这些人存在，而是就像和一般人相处一样呢，来跟他们互动就好。老实说，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会有一些习惯的小动作或是口头禅，把妥瑞症的症状就当成是这些东西，直接忽略正常的互动对话就好。刻意对这些症状做出反应呢，反而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压力，觉得紧张，然后症状又因此变得更加的严重。那当然，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帮忙跟周遭的人解释更好，因为旁人的支持或是解释，除了有机会化解一些误会，也可以让当事人感到比较放松，不至于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回到这一次的电影事件，我们觉得这个事件的争议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大家不知道小孩有妥瑞症，以及大众对妥瑞症的了解也可能比较不够。有许多网友就表示呢，如果有提前被告知，在了解状况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包容跟接受的。但在电影院全黑的当下，大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有人一直发出怪声音，干扰大家观影，会在当下直接表达抗议也是人之常情。有人认为大家买票进电影院呢，就是想要享受那个沉浸感。如果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确保不会对别人造成干扰，那么就不应该进电影院。以患者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说法或要求确实是有点严苛，但要说这个样子就是缺乏同理心，或是认为社会很残酷，我们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点点过重了。毕竟虽然忽略不难但并不代表大家就一定有义务要去包容这些意料之外的干扰。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呢，大家一起努力营造一个对妥瑞症患者友善的环境，还是很值得做的事情。而就像那位妈妈的发文，他们可能非常努力尝试了，平常也受了很多挫折，可是却没有得到谅解，所以很容易会觉得自己被社会排挤啊，或是孤立。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旁人的目光或反应会让患者觉得很辛苦，也知道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症状恶化啊，甚至是发作。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有越来越多人一起营造一个相对友善的环境，那这对所有人来说应该也都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吧。一方面，更多人认识妥瑞症，有可能呢就比较不会被这些 tics 给惊吓；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患者平常就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支持或是谅解，那他就更有可能感觉放松，症状也比较不会恶化，对其他人造成干扰。我们希望有一天呢，大家都可以不需要特别提醒或者解释，就能够主动的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妥瑞症，并且自然的和他相处，或甚至呢，只是把妥瑞症看成是一种特质，而不是奇怪的疾病。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妥瑞症，欢迎把这支影片多多的分享出去哦。那最后要来问大家，你有认识过妥瑞症的朋友或是同学吗？有，以前学校呢就有这样子的同学。B 没有认识只有这个路上呢偶尔会遇到，感觉真的是蛮罕见的。自己不确定但看完这集之后，感觉自己身边其实有遇过。第一，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妥瑞症。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看绿病症以及路怒症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